我跟他是从网上认识的，差不多有8、9个月的时间吧，一直挺好，没吵过架。我觉得他人就是真的很不错，对女生特别细心啊。我参加工作了，然后要出差，认识一助理，喝醉酒之后有一次犯下一错误，特别想弄死他的感觉当时。但是我心里这个压力始终挥散不去，一天比一天活得累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觉得我会疯。如果无法回到从前，或许放手是一种解脱，又是带着爱来的，又在为过去的一些事情而纠葛。他们能够牵手订婚吗？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张，26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位人事部的经理；女主人公小胡，24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位舞蹈老师。来，有请2位。主持人好。好。爱他吗？爱吧。哇，那委屈的，那艰难的，爱他吗？很爱。怎么认识的？因为我们是校友，他比我大一届。啊，师兄啊。对。然后呢？这是08年的圣诞节吧？啊。在人人网上发一条状态说一个人好无聊，然后我一看，我说我一个人也好无聊。既然圣诞节大家都是校友的话，一起吃个饭，不让这个圣诞节那么无聊。这样就算是认识了吧。后来就有的时候打电话、发短信什么的，就是感觉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突然间有一种离不开的感觉。然后我就送他一枝花，跟他表白，就是想正式跟他开始啊。我说虽然这种表达方式就是比较大众化，但是现在没什么钱，希望你能接受，就当接受我。他什么都没说，然后就收下花了。当时，然后我有点就是兴奋的，其实心里面早就肯定他了啊。当天就算是开始了吧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当时的兴奋。你看今天谈起来还有那个兴奋感，但是你上场的时候问你爱不爱他，你却支支吾吾。但是因为其中发生了一些比较就让我很气愤的事情。交往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说过，我说我比较强势，我的电话你不能不接，而且挂电话的话你不准先挂我的电话，一定要是我先挂的。这些他都答应的挺包容我的。去年的时候他去别的地方工作，就那么2个月，有那么几天，然后他不怎么主动跟我联系，也不怎么主动跟我打电话。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好像不大愿意跟我讲话，但凌晨2、3点钟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他去酒吧里面跟朋友一块喝酒，喝多了特别累，就想早点休息了。然后我就感觉不对劲，他就一直在那搪塞我，我说不许挂电话。然后他没做声，我也没做声，我们2人就这么僵持着。大概过了1分钟的样子，他就给我挂掉了。而且我听出来他是在厕所里面接的那个电话，好像说话那种语气就是那种特别偷偷摸摸的一样。我当时在想，或许他真的很累了。可是我同时在考虑，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挂我电话，还偷偷摸摸的呢？后来我一位朋友就告诉我，他说，我觉得小张这个人吧，其实也不怎么样，你还是放弃他吧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以前不都说他挺好的吗？我那个朋友半天就不讲话，他说实话说了吧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我看见他那天晚上把一个女的带回家了，然后当时我就订了一张机票过去之后，我就站在房门口，2点多钟他把那女的带回来了。你没告诉他你要去是吧？对，我没有告诉他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一下子站在那儿，他就懵了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说啊，这个是我的朋友。我说你什么朋友，这么晚还带回家？当时后来那女的说，我还是走吧。他说你别走，他就追那女的去了。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犯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就认识几天而已。我确实没想跟那女的怎么发展，然后当时她出现了，让我很不能，就是我一下子懵了，全都不知道什么了。我只能就是说我去追那个女的回来，然后我好好跟你解释解释。你让我的感觉是你当时选择了她，而不是选择我。如果你留下来的话，我或许当时我不会那么伤心，到现在我不会那么耿耿于怀。那他当时，我当时想的就当你犯一个错误，我会原谅你。可是你呢？
你却跑出去追她了，然后我就回北京了。我跟那个女孩只是就是工作里面的压力，对她完全是100%的，然后就求她，我让她跟我和好，最后她答应了。我是答应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吗？因为我特别的恨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求你不下百次，赶紧把这事儿忘掉。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，回到不了以前那种你的感觉。就每次现在因为这事儿，主任你知道吗？他有的时候他折磨我，不是肉体上这么简单，就是精神上有。就是你给我举个例子好吧？就是有一次，然后我有一条短信10086发来的，他直接起来就说是那个女的发过来的吧，立马冲进厨房里去，拿了把刀架我脖子上。如果说有女的给你发短信，你想想你的后果。我当时一下子懵了，我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现在变成拿一把刀啊，神经病的感觉架你脖子上，水果刀啊，就在这儿。没有，我就是想吓吓我还是特别爱你，可是你背叛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忘不掉那一段，只要看到你的脸，我就想到你曾经这么深情的注视着另外一个女人过。那这个日子持续了多久啊？你们持续？差不多有1年吧。那就互相折磨呗，是这意思吧？真的没办法忍受，短信不能发，电话不能接，必须当着他面接，而且短信1分钟之内如果不回的话，马上到我上班的地方跟我开始闹，工作也不要了，歇斯底里的。没有，他有一个女性朋友，他说就是普通朋友，可是那女的发短信说，哎，亲爱的你在干嘛？亲爱的你吃饭了没有？因为那女孩是东北女孩，特别豪爽，就适应这种，我们都没当做什么，但是在她看来就是导火索，我都不知道。但是你想想，他以前他做过这种背叛我的事儿，你想想。1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也不想这样折磨他，我也不想这么折磨我自己。你真的1分钟他不回你短信去他单位啊？但这么下去我也会疯的。以前那种事是我的错，但是这种精神上折磨，然后我现在真的受不了，我找不着爆发点，我现在就想去死。我的理智上面是我原谅了你，可是有时候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那么一段，就是你背叛我那段经历，我突然还是会浮现在脑袋里面，那个创伤，我觉得到现在你都没办法给我。然后一浮现在脑子里，立马就发作出来，平均是2天1次，然后3天一砸家里的东西，我的工资都拿来买碗了。这是你应该的，你这点钱算什么呀？当初哄他的时候，你还不是花钱了？我是说之前跟他朋友都看着我。你那个时候你就刚出去工作了，你嘚瑟个什么呀？被一个女人这么主动的追求，你很享受是不是？我没有那么说，我也没有那个意思。借口你知道吗？你风流的借口。你等于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所有细节都向他坦白了是吧？没有，他没有跟我坦白。啊。是后来慢慢一点一点的，我说你说吧，我不生气。啊。其实他自己说完之后，我虽然没有表面上跟他生气，可是我都记下来了。后来我想忘掉，我说还是想好好在一起，但是那个坎我永远怎么我都跨不过去。老师们也想说话了哈，听听老师的建议吧，他们这样可怎么得了？这才叫爱的死去活来呢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个于老师他需要到你那儿好好的那个聊聊天吗？确实需要啊。那个你什么意思？不过别拿刀去。没有，其实我很冷静的，我也很理智，我知道这些事儿不能做。知道，就吓吓他嘛。对，我就是吓吓他而已。我要做的话，我早就往他脸上划一刀子。你看他脸上现在这么光滑。你们2个现在还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你们之间出现了裂痕，不妨暂时分开。人家舍不得呀。暂时的分开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真正分手，是不要在一起住。你来考察一下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住在一起，你是迷的，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改什么样子。在你的监督之下，他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就害怕就是我还跟你住在一起，我还不原谅你，我还折磨你，这个是最可怕的。其实也没有想着要折磨他，但是到时候那个就是你那个情绪上来，真的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。假如我要跟他说分手的话，有可能下一秒就没我这个人了。不可能。每次感觉都这样，每次感觉都这样。就是闹一下情绪而已。其实你是否已经感受到小张对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他爱你吗？他是怕你，对吗？没有爱了，他只是觉得我如果离开，真的会毁了我。这种状况只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在一起，所以我的建议呢，暂时分开不是分手，
你来审查到底他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你的男朋友，或者什么时候这个人就被你 pass 掉了，而不是搅在一起。涂老师，啊。小张啊，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。你说如果你说分手，你人就没了，你人还会在，只是会变得残缺。那个倒不可能。女人容易心动，男人容易冲动。女人更注重对方的感受，男人更注重自己的感受。所以呢，女人总是爱的深沉，离得决绝；男人总是爱的偶然，而走的暧昧。所以我想跟男生说，珍惜来源于回忆，背叛来源于忘却。我想对女方说，有一个女性发现自己的丈夫背叛了自己之后，她和第三者成了好朋友，而且把丈夫在外面的私生子接回来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养。于是乎这个男人非常的悔恨，终生不离其左右，两人甚为相爱。面对于背叛，有些女人选择了包容，选择了容忍，有些女人选择了喋喋不休，不愿放弃，还有一些女人选择了强烈的谴责，然后掉头就离开。所以说，如果你选择包容，必须要有包容的智慧；如果你有精神洁癖，请选择毅然离开。就这样。前前后后想一想，想一想自己到底还爱不爱对方，有多爱对方。如果是真爱，能不能包容？考虑清楚，可以表白了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来，小伙子，我这样说，我非常怀念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时光，我忘不了。但是现在我真的是无法承受这种来自外界、内界还有精神上的压力。我只求，你能回到以前的你，然后让咱们冷静的分开一段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不奢求你现在一下就能很平和的对我做这种态度，我只是想就是改变一下你的现状。我想咱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，因为对不起，我真的支撑不住了，对不起。来，然后我还想说的是，第一年咱们认识的时候，我过得很快乐，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些时光。然后后来的爱情，我也感到已经变质了。我不希望是我影响到你现在的情绪，使你变得现在这么歇斯底里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好好冷静一下，咱们平和的分开。对不起。这一年给你精神上面的折磨，我也想对你说声抱歉。我也想变回以前的那个我，不会再快乐起来。我也很希望我们回到以前，我忘不了以前我们那些美好的回忆，但是这些回忆起来既让我痛苦，又让我觉得很甜蜜。我也不想再这样下去，我不想折磨你，也不想再折磨我自己。启通吧，刚才吓我一跳，真的，我正在这儿听着，突然就身边嗡一个风，然后再一看啊，他抱他了。你说这两个人，你说你们能学会控制一下情绪吗？两位请回吧，考虑好哈，是要出来还是不要出来哈？要认真，要负责任哈。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他们的现实生活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在生活里真别犯背叛的错误，犯下错误就要承担代价哈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像他们这个情况是应该继续往前走呢，
还是真的像他们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，分开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65.22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分开，可能对彼此来说更好。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想这恰恰是这个节目的最大魅力所在。在现实生活里他们无法看得很清楚，到这儿经过我们的3位老师的点拨，醍醐灌顶，明白了我们该怎么做。现在的离开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分手了，也许他们的选择是